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明日俊，欢迎回来。看起来应该比较 gay 白一点。Apple 最新2020年款的 MacBook Pro 终于在台湾上市了。相较于上一代的机种，2020年的款式将基础配置的 RAM 和储存空间都做了提升，因此你可以用差不多的价格买到更多的 RAM 或是储存空间。所以，我买了。应该不会被赶出家门吧？好啦 ，Apple 的官网上面呢，现在有2种版本。第一种版本呢是2个 Type C 接口的，另外一个版本是4个 Type C 接口的。当然啦，以我的能力我肯定是要给他买个最便宜的那一种。所以我手上的呢，现在是最初阶的，也就是2个 Type C 接口的版本。但是因为我会有剪辑的需求嘛，所以我在中间做了一点小小的升级啊，这个部分我们后续会再提到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把它打开了，我马上进行开箱吧。OK， 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到底基础配置的 MacBook Pro 能不能顺利的让我完成影片的编辑。而我购买这台 MacBook Pro 的配置 CPU 是 Intel i5 第8代处理器，16GB 的 RAM 以及256G 的固态硬碟。我在 RAM 的部分做了一些升级，希望加一点钱能让我剪辑过程顺利一点。我是希望如果没有的话，我是再剃一次光头直接把它打开，直接把它拿出来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等一下，我还有张纸，对不起。重新来一次。这次苹果将蝶式键盘彻底的从它产品线上面撤掉，改回一开始用的剪刀式键盘。我现在按起来感觉是回馈感更多了一些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，这次它将电源键和 ESC 键从 Touch Bar 上面独立出来的，所以就会减少它误触的机会。而且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有实体键的感觉。接下来就给我一点时间将基本设定的软体安装完，马上开始今天最重要的评测吧。6 months later， 久等了各位，对，你们应该只等了1秒，但其实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，我花了一点时间在熟悉它。这里我不得不称赞一下这个 Final Cut Pro， 它整体给我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直观。我昨天只熟悉了一下就能马上进入状况，真的非常容易上手。那我接下来就分享一下我昨天一整天用它来剪影片的心得吧。在这之前，我要先提一下我剪辑的环境给你们做参考，因为最初阶的 MacBook Pro 只有256G 嘛，所以你想要使用内建的储存空间来剪片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记忆体一下就会满了，所以你一定会接一个外接的硬碟做剪辑。我这边用的硬碟是 SanDisk 的160，它的型号是160。输入输出的速度大概是500MB/s， 给各位做参考。更详细的资讯我就放在下面说明栏，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就去看一下。这当然不是业配啊，我怎么会有业配？那我接下来就演示一下整体用这台电脑剪辑的感觉是怎么样。我就先拿这个电脑开箱的这个影片来做测试好了。先随便拉一个图层，我用的是 4K 60帧的素材。那在这边的即时预览上面都还蛮顺畅的，如果只有一个轨道的话。那接着我们叠加了第2个轨道上去的话，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。好，我们贴上去了。整体来说，现在的即时预览2个影片状况都是蛮好的，都没有什么失真的状况出现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放第3个图层去测试看看。好，现在变3个轨道，还是非常的顺畅，整体来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针对中间这一段做渲染的动作，来裁切一段。可以感受到有渲染的，已经有一点点的那个，但这样的状况是不太影响剪辑的。所以你要问我说，这么低阶的 MacBook Pro 能不能负荷得了 4K 的剪辑的话，我的回答是可以的。但是各位要注意的是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值。这个是侦测你 CPU 温度还有 GPU 的温度的。我有发现我在使用 Final Cut Pro 的时候，当我的渲染或是轨道放的比较多的时候，它的温度会非常的高。刚才是1度到了70度，然后当它到一定的温度之后，它的风扇就会开始疯狂的旋转。它现在已经到了6000多 RPM。然后这台电脑给我整体的感觉就是它使用起来非常的热，是已经有一点会烫手的感觉了。但这也就是13寸笔记本电脑的诟病啊，你要轻薄的话就会做的不是很好。然后它又是铝合金的，所以摸起来就会整体给我的感觉是太热了一点，让我有点怕怕的。OK， 最后我们来说说它在影像输出部分的表现。我们用我们频道第1支影片来举例好了。
这支影片总时长是12分钟，是用4K 60帧的素材去做的，其中有加了全字幕，还有一些转场和渲染、马赛克等效果。12分钟长的影片，它总共花的是50分钟的时间去做绘出的动作，这个时间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在用这台电脑剪辑的时候，整体来说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了。其实你们目前正在看的这支影片也是由这台电脑完成的，所以这台电脑确实是可以让你顺畅的完成一部影片。当然，它还是有极限的。如果你的特效或是渲染需求量比较大，影像的轨道需要叠很多层的话，那可能还是会建议你买更高阶的版本，或是直接上16寸的，这样子会比较符合你的需求了。OK， 今天的评测影片差不多已经结束了，希望有对你们有一点小小的帮助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吧。